你知道人死后的尸体除了火化下葬，并且呢让医学院的学生学习解剖，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尸体的妙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汽车撞击测试许多人脑中的画面可能都是有个假人坐在驾驶座，然后车子开去撞墙。但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实验其实都不是用假人，而是用真实的人类尸体来做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开的车子之所以能够有安全的挡风玻璃、方向盘、安全带等等的设计，有很大一部分可能都是这些大体老师们的功劳。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不过是具尸体这本书呢，里面就记载了各种这类跟尸体有关的利用方式。它的作者呢是曾经被誉为是美国最爆笑的科普作家玛丽罗曲。罗曲很好奇在人类文明跟科学发展路上，尸体到底扮演着怎么样子的角色？而在多年的实地访查之后，就写成了这本书。那这边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虽然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蛮轻松的，但毕竟还是会聊到不少跟尸体有关的资讯，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比较敏感，那可能还是要斟酌观看哦。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Outdoor Products 正在 IG 上面举办一个神秘的领养活动，青春出包吧！总共有100个后背包在等待他们的新主人。对，你没有听错，这是一个后背包的领养活动。大家可以在活动 IG 的账号上面看到这100个包包的长相跟个性，还有他们各自希望新主人带他们去做的事情。像是豆沙包，他想要体验冲浪；那包茜啦呢，则是想要体验酒精路跑。其他还有好奇宝宝或者小汉包啊，以及自陶摇包等你去认识。那如果你跟某个包包有相同的梦想，你也愿意承诺帮包包圆梦，你就有机会成为包包的最佳领养人，免费把它带回家。参与活动呢，只要3个步骤。第一个，在 IG 活动页找到你最爱的后背包介绍贴文。第二，公开分享那篇贴文到限动附上你对包包的圆梦承诺。第三，记得标注 Outdoor for What 就可以完成认养登记咯。活动账号每周都会公告成功认养主人名单，赶快去 IG 搜寻 Outdoor for What 认养你的命定包包吧。刚刚说到，为了改善车辆的安全设计，很多汽车制造商其实会利用人类尸体来实验，而且这个风潮其实曾经持续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很多人可能会想，为什么不能够用假人，一定要用真人的尸体？作者解释，虽然我们呢的确可以在假人身上安装侦测器，并记录各种撞击瞬间的数据，但这其实只达成目的的一半。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撞击发生当下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在1960年代之前呢，撞击测试的科学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种车辆的撞击测试呢，很多就是靠真人直接上场。书中有说到，一位名叫做派瑞克的生物工程中心研究人员呢，就曾经自愿担任撞击测试好几年。他不但搭乘过撞击台车约400次，还曾经被22磅重的金属摆锤撞击胸腔，甚至呢还让1000磅的这个力道撞击膝盖。那当然，除了派瑞克以外呢，当时还有许多的研究员都自愿参与过很多的各种实验。只不过真人上场有个问题那就是在每次撞击之后，这些人总是需要几天的复原时间，等待肿胀消退才能够进行下一次的测试。而且最重要的是，车厂无法利用这些研究员来知道什么样子的冲撞可能会让人体致死，毕竟撞死了就会少一个研究员，很不方便。不是，这人的生命非常珍贵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不会痛的尸体。挡风玻璃是尸体参与改善驾驶安全的第一项贡献。研究人员利用尸体来回进行头部的撞击测试，试着设计出最安全的挡风玻璃。他们发现，玻璃如果太薄呢，头部就会撞穿这个玻璃，造成严重外伤；但玻璃如果太厚，又可能会造成脑震荡或者是颅骨的破碎。后来呢，尸体也协助改善了方向盘设计。在此之前呢，遇到这个车祸撞击时，方向盘常常会对这个驾驶人的胸腔甚至心脏造成致命的伤害。所以通用汽车呢，就透过尸体设计出了在遇到撞击时会自动折叠并吸收冲力的方向盘，也因此呢，让正面撞击的死亡率减少了一半。那除了通用的案例之外呢，几十年下来汽车制造商们也曾经借由尸体改善了安全带、安全气囊、仪表板等等的设计，让我们在今天即使是以这个时速96公里的速度撞上一面墙，仍然可以生还。根据一篇期刊的研究，自1987年起，利用尸体完成的车辆安全改良呢，每年平均挽救了8500条的生命。不过说到尸体的贡献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可能还是医学院的解剖课程。
根据作者的考证，为了了解身体功能，人类最早开始切割尸体的案例发生在西元前300年，也就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埃及。作者认为，这可能跟埃及制作木乃伊的历史有关。像当时的统治者托勒密一世就会鼓励医师解剖死刑犯的尸体，他甚至也会亲自参与解剖。当中有一位名叫做赫罗菲勒斯的医学家也曾经夙夜匪懈的研究解剖。据说他曾经解剖过的囚犯差不多有600个这么多。那这个研究解剖的风气后来也越来越兴盛。比如18、19世纪，英国的解剖学就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为了提供医学院研究，很多人会设立私人的解剖学院，而当时的法律也允许他们合法的解剖死刑犯的尸体。那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种大体老师的来源多半是透过捐赠，而不是死刑犯。但在以前的年代，因为很多人还是很相信说过世的亲人死后的肉身某天可能会再次的复活，所以捐赠遗体来做研究的风气并不流行。那这样的观念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虽然解剖学院越设越多，但尸体的数目却严重不足。当时的人们为了获得尸体，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尸体严重不够所以当时英国跟美国解剖学院中的老师会直接用钱买下民众的截肢，让学生在课堂当中有材料可以解剖。有些地区的私立医院会把没人认领的穷人尸体提供给学院，有些解剖学家甚至还不惜冒着窃取遗体的罪，偷偷解剖自己亲人的遗体。但就算这个样子，尸体还是远远不足，所以在英国开始有老师会鼓励自己的学生半夜去墓园挖出经下葬的尸体，并借此折抵学费。亲自去偷挖尸体的老师也大有人在。在19世纪初期伦敦解剖学院对于尸体的需求相当大，当时有不少解剖家都选择雇人去挖尸体。根据记录当年约有6、7名的盗尸人共挖出了312具的尸体，每个盗尸人的年收入大约落在是$1000上下，比当时的一般劳工高出了5到10倍。而这些事情很多可能都是公开的秘密，直到1828年的某一起凶杀事件之后，这些乱象才逐渐的改变。当时有一个名叫做威廉·黑尔的人跟妻子在爱丁堡的一个贫民窟经营旅社。某天，一名入住旅社的房客因为不明原因死在旅社的房间内。这事情让黑尔超级不爽，因为这个死亡的房客并没有付他住宿费。不甘损失的他决定把这个尸体拿去卖给解剖学家诺克斯，把换来的钱当作是死者偿还的住宿费。那这次的经验也让黑尔发现这个钱很好赚，结果他居然开始食髓知味，设局谋杀到旅社住宿的房客。而跟他合作的解剖学家诺克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后一连15次买下黑尔带来的尸体。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终究还是纸包不住火消息外泄之后，震惊了当时的议会，也让大家开始重视解剖尸体的来源。不过，这也让大众发现原来人的尸体这么的值钱，所以很多病人开始担心自己会被活埋。但他们会这样担心，并不是因为觉得社会道德沦丧，而是因为当时的医生连要确认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亡，其实都不是很有把握。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听诊器，所以医生其实很难清楚的确定说病人的心跳是不是已经完全停止跳动。所以如果病人的脉搏特别的微弱，就可能会被误判为死亡。所以让很多的病人担心自己会不会本来没有死，却被当成是尸体来处理。那为了安抚病人的恐惧以及医生自己的不安，医界开始发明了一连串验证死亡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大致分为了2种。第一种方法是刺激病人像是用刀片割脚跟，将针头插入指甲缝，或者是将这个烧红的火钳插进一个名叫做后方通道的人体位置，或者是透过制造骇人的尖叫和噪音，想要把病人给吵醒。但是因为这个技术可能是因为太过的残暴，所以大众也不怎么认同。所以多数的医生都相信第2种方法，他们认为腐烂才是确认死亡唯一可靠的方式。在初步认为病人可能已经死亡之后医院会将病人放在室内观察2-3天，直到出现腐化的真相或闻到味道为止。但因为放在室内空气实在太难闻，所以他们会特别搭建所谓的等待停尸间，专门存放这些等待死亡确认的尸体。根据记载，在19世纪的德国，这种建筑相当的流行，有些建筑还会将男性与女性区隔在不同的储存厅。甚至有些是以社会阶级区隔，家境富裕的死者会被安排在比较富丽堂皇的空间当中腐烂，而这些尸体的手指上面也会被系上细绳，连到一台大型风琴的风箱，目的是万一有人真的苏醒过来，才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不过由于始终没有人成功的死后复活，所以大概到了1940年之后，这些等待停尸间便逐渐关闭了。
除了刚刚说到的内容呢，这本书还介绍了很多关于尸体的奇异应用，包含了利用尸体研发枪支，将尸体制作成药材，或观察尸体在各种环境下的腐烂状况，以帮助犯罪调查判断死亡时间。甚至有公司正在研发呢，将尸体急速冷冻之后，再敲碎脱水作为肥料使用，内容真的是相当的开脑洞。不过这本书呢，虽然通篇都在讲尸体，作者的文笔倒是非常的风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还不止一次忍不住笑出来。所以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到好奇，也可以翻翻这本书哦。那话说回来，比起内容猎奇，更让我们讶异的是，刚刚影片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发生的年代其实并不久远。像是偷尸体卖尸体都只是100多年前的事情，而确认死亡用的停尸间是到1940才消失，甚至透过尸体的帮助来提升汽车安全，可能到现在都还在进行当中。那看完这些故事我们突然觉得自己能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当年因为医学技术不发达，而且研究伦理的概念呢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所以那些实验或是解剖的过程可能就因此充满了争议。但那些被偷走的大体老师们却因此对人类的文明的进展献出了他们的心脏，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会愿意在死后将身体捐出去作为研究之用吗？愿意哦，反正死后的身体呢只是个空壳，如果还能够为社会有贡献，何乐而不为？B 不愿意哦，我还是比较希望呢自己死后能够好好被安葬。自己看要怎么用，有些研究或实验的内容我可能就不太行。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人类尸体的故事。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古代僵尸以及海拉细胞。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